欢迎来到三元说。今天我们把目光从科技股的喧嚣中收回，转向泥泞的物理世界、大宗商品、宏观流动性、加密市场。在这里，你会看到一幅与纳斯达克截然相反的残酷画卷，旧秩序正在崩塌，流动性的大迁徙已经开始。就在科技巨头们狂欢的同时，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刚刚经历了一场惊魂时刻。周日晚间，国际油价还在接近$120的高位徘徊，仿佛随时要将全球推入滞胀的深渊。但就在转瞬之间，油价发生极其暴力的闪崩，一路降温，直接跌破了$85的大关。这种级别的剧烈波动 ，A 股市场随即走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生理反转。这背后的转折点是什么？是供需基本面突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吗？是全球经济突然衰退导致需求消失了吗？都不是，转折点仅仅是特朗普的一句话。特朗普公开表示，中东冲突可能很快结束。就是这样一句充满政治意味，甚至是预期管理的言论，配合着七国集团开始紧急讨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消息，瞬间击溃了原油市场数月以来建立的多头逻辑。从近$120到跌破$85，无数带着高杠杆的旧能源多头在这一刻灰飞烟灭。这起原油闪崩事件暴露了当下物理世界资产的一个极其脆弱的特质。地缘政治成为了定价的核心变量，而不再是单纯的市场供需、市场风险偏好的回暖。科技股之所以能重新站回 C 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能源价格的崩盘暂时解除了滞胀的悬念。但这种依靠一句话、一次会议来调节价格的机制，本身就是极其不稳定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明天一句话又变了呢？油价的这种上蹿下跳，其实只是宏观经济底层逻辑生变的表象。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可能重塑你投资观的结论：我们已经不可逆地进入了一个供给决定通胀、通胀决定资产定价的新周期。过去40年，全球宏观经济的主导逻辑是需求驱动，经济不行了，央行开动印钞机、降息、扩表、直升机、撒钱，只要把流动性释放出来，需求就会被刺激起来，危机就会被掩盖。在那个时代，通过印钞解决危机的路径屡试不爽，资产价格也随着资产负债表的膨胀而水涨船高。但是那套剧本现在彻底失效了。为什么失效？因为现在的瓶颈不在需求，而在供给。逆全球化导致的供应链重组，地缘冲突导致的能源通道受阻，甚至极端天气对农业的影响，这些都是物理世界的硬约束。你央行印再多的钱，能凭空印出一桶原油吗？能凭空印出一个完整的深水港口吗？能凭空化解中东的炮火吗？都不能。因此，当下的通胀是极其顽固的供给侧通胀。印钞不仅解决不了供给瓶颈，反而会立刻通过汇率和贬值预期转化为更恶性的通胀。这就是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在旧时代被奉为灵丹妙药的货币宽松，如今反而成了火上浇油的催化剂。供给侧的扰动直接决定了通胀预期，而通胀预期的每一次跳动都直接决定了全球无风险收益率的定价，进而决定了所有风险资产的生死。原油从$120跌到$85，释放了通胀压力，所以科技股能涨。如果明天油价再次飙升，纳斯达克的估值模型就会立刻面临重写。物理世界的资产已经变成了宏观变量的提线木偶。你真的相信央行还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的救市吗？在宏观范式发生巨变的背景下，有一个市场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也是最具指示意义的矿井里的金丝雀，那就是加密市场。近期，加密市场的流动性正在面临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很多人只看币价的波动，却忽略了底层水位的干涸。根据链上数据监测，自2025年底起，作为加密市场最重要的两大流动性基石 ，USDT 和 USDC， 其总发行量出现了明显缩减。市场整体稳定币规模在流动性紧缩周期中承压。稳定币是连接法币世界与加密世界的桥梁，是市场里的高能基础货币。稳定币的缩水加上高昂的链上杠杆乘数效应，直接导致了整个市场的交易深度出现断崖式下跌。全网的月交易量已经从巅峰时期的10万亿腰斩到了如今的5万亿左右。为什么资金在撤离？为什么流动性在枯竭？答案很简单，在那个供给决定通胀、央行无法随意印钞的新范式下，全球的流动性是有限的，甚至是在收缩的。当资金的成本居高不下时，资本必然变得极其挑剔。一边是英伟达单季度狂揽$681亿真金白银的收入，一边是各种机构在疯狂推进可能颠覆人类生产力的 AI agent 革命，而另一边是一个依然主要依赖叙事和预期驱动的传统加密投机市场。在这场存量资金的残酷争夺战中，毫无疑问，华尔街和全球资本选择了确定性更高的 AI 算力赛道和美国科技巨头。加密市场月交易量从10万亿掉到5万亿，在消失的5万亿去了哪里？他们去抢夺英伟达的筹码了，他们去投资 AI 基础设施了，他们去购买高息的美国国债了。这就是流动性的残酷折叠。当大水漫灌的时代结束，池子里的水只能流向那个收益率最高、最具革命性突破的深渊。
那些曾经靠杠杆和叙事活下来的项目，如今真的还有明天吗？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块链技术的消亡。恰恰相反，当加密世界原生的流动性在枯竭时，华尔街的传统巨头们正在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接管这项技术的底层基础设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重磅事件：纳斯达克与 Kraken 母公司 Payward 达成的战略合作。根据官方披露的计划，纳斯达克和 Kraken 将利用 XDOX 平台，在2027年上半年正式推出真正的美股代币化股票。请各位注意，这里有一个极度关键的定语：真正的代币化股票，而非合成资产。在过去几年的币圈，我们见过很多所谓的股票代币，但那些大多是中心化交易所搞的影子股票，你持有的只是一个价格跟踪符号，既没有真实的产权，没有上市公司的投票权，更享受不到股息分红。如果交易所倒闭，你的资产瞬间归零。但纳斯达克和 Kraken 的这次合作是降维打击，他们利用 XDOX 平台推出的是真正受美国法律保护，在区块链上确权与现实世界股票1:1锚定的代币。持有这种 XDOX 代币，你不仅享有真实的产权，还可以直接参与股东投票，并获取真实的现金分红权益。同时，为了推行这一生态， XDOX 还配套推出了名为 XPoints 的积分激励计划，意图通过 Web3 最熟悉的代币经济学来掠夺全球的散户流动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华尔街终于露出了獠牙，他们不再打击加密市场，而是直接把加密市场最核心的技术——区块链确权、7×24小时全球流动性交易、智能合约分红给收编了。为什么目标定在2027年上半年？因为宏观周期的切换、合规框架的落地，以及传统金融机构底层 IT 架构的改造，大约需要2到3年的时间。一旦 XDOX 平台全面上线，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投资者，只要有一个合规的数字钱包，就可以24小时无缝交易美股，获取分红。这不仅是纳斯达克的一次技术升级，更是对传统加密市场的一次釜底抽薪。既然你可以通过 XDOX 持有拥有真实护城河、单季收入$681亿的英伟达代币，并且享有真实分红，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持有那些除了炒作一无是处、全网交易量已经萎缩的空气币呢？华尔街用合规和真实资产做背书，正在构建一座将全球剩余流动性抽干的超级抽水机。在这场迁徙中，你站在哪一边？好，让我们把所有这些看似散乱的珠子串联起来。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宏大的重构，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经济周期波动，而是一次底层规则的改写。一方面，物理世界的运转法则已经变了，过去靠印钞解决危机的魔药失效了，通胀由中东的炮火、能源的供给链决定。特朗普一句话能让油价从$120闪崩，跌破$85。这种极端的地缘政治脆弱性，让传统资产充满了不确定性。资本在这个世界里感到极度的恐慌。另一方面，加密世界的野生乌托邦也正在走向终结，稳定币规模承压，交易量腰斩。这表明在流动性收缩的冬天，没有真实价值支撑的叙事正在破产，取而代之的是纳斯达克和 Kraken 这样的正规军入场，用真实的代币化资产接管未来。那么，资金唯一能去的、确定性最高的去处是哪里？是那个正在觉醒的硅基世界，是那个能在数字物理引擎中重建海量神经元、行为预测准确率极高的超级科技，是那个被机构真金白银推动、即将全面合法化、接管未来人类经济运转的 Agent 智能体网络，是那个单季度收入$681亿，增速惊人，为整个新世界提供算力引擎的英伟达帝国。这就是为什么科技股重新站在了全球市场的 C 位。这不是短期的炒作，而是全球资本在通胀高企、流动性枯竭、地缘动荡的乱世中做出的一次集体逃亡。资本正在逃离物理世界的束缚，逃离传统法币体系的通胀陷阱，全速奔向以算力为底层锚定物的硅基文明。作为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做？不要对抗范式转移。如果印钞解决危机的路径已经失效，就不要再用过去10年的思路去抄底那些依靠大放水才能活下去的劣质资产。你应该仔细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你持有的资产到底是在物理世界里承受着高昂的供给侧通胀成本，还是在加密世界的寒冬里丧失流动性？又或者，你是否已经持有了一张通往数字硅基世界、搭乘 Agent 经济快车的门票？纳斯达克的代币化浪潮将在2027年到来 ，AI Agent 的全面爆发就在当下，财富的鸿沟正在以光速拉开。而在历史的断层线上，认知是你唯一的诺亚方舟。如果让你现在做一个决定，你会选择死守旧世界的残垣断壁，还是鼓起勇气跳上这场硅基文明的迁徙列车？这里是三元说，一个敢讲真话的频道。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务必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在下一个周期的财富洗牌中继续结伴同行。我们下期再见。